我叫秦婉，一家社区宠物店老板娘。我能听懂所有动物的心声。我女儿也遗传到了一点听懂猫语的能力。这些年，我免费帮全小区做宠物服务，直到那天，六栋那个赵秀梅非让我拍她的猫站着跳舞转圈的视频。秦婉，我家雪球会站着跳舞转圈，你给我拍一段，今天就要发视频号。赵阿姨，雪球不能再站了，她的髌骨已经……你懂什么？我家雪球从小就会站着走，这是灵性。我养猫的时候，你还穿开裆裤呢。您拍一条视频挣多少钱？关你什么事儿？雪球的髌骨脱脂手术8000，术后复健3000。您拍100条视频够不够给她做一条腿？你咒谁呢？我家猫好好的。妈妈，我不跳舞了，行不行？罐头我不要了，裙子我也不要了，我就是想休息会儿。妈妈，雪球姐姐说她的腿很难受。你教孩子胡说八道什么？我看你就是为了抢流量，眼红我粉丝多。这个视频我不能拍，猫狗直立行走会导致关节永久损伤。什么意思？你是说我苛待它了？我没有这个意思，我是建议。你不就是个开破宠物店的，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不许欺负妈妈，骂我可以，不许骂妈妈。你这破狗要咬人，疯狗！赵阿姨，这个忙我不帮，这个视频我不拍。你给我等着，你不让我好过，我让你这破店也开不下去。救救我！你不给我面子，我让你知道什么叫规矩。喂，我要举报一家黑店。秦女士，根据相关规定，现对你下达行政处罚。哎呀呀，早就说他这样搞不行嘛！就是，那黑狗前2天还冲赵姐叫，吓死人了。让！秦婉，你看看你干的好事儿，年底文明小区评比要是黄了，你负得起责吗？张经理，我这3年帮小区多少走丢的猫狗找到家，去年你说过什么？那你也不能违规啊！限期1天，将所有流浪动物转移至有资质收容机构。听见没？赶紧把那些脏兮兮的猫狗弄走，看着就晦气。是我害了妈妈，我不该叫的，我就是个麻烦。不是你的错，妈妈永远不会不要你的。赵阿姨，您一定会后悔的。小秦啊，你也别怪我。您走吧，以后店门口的区域我不会再用了。妈妈，老菊的家为什么要拆？妈妈，这个还能用，别扔。不扔，妈妈不扔。老菊以后住哪里？小不点不要哭，我是一只猫，哪里都能睡的。小魏，我需要帮忙，我的店被举报了，要停业整顿。谢谢，天塌下来你帮我扛一半。那个穿红拖鞋的女人以为把秦网赶走，她的日子就能好过。我只是一只猫，我连给自己讨个公道都做不到。都散了吧，保安亭后面有个旧沙发，先凑合着过。小不点哭了，秦婉也只是嘴上不说，而我只是一只猫，我什么也做不了。哼，我才不会哭，那个女人也不配让我哭。他自己
违规被查，怪我喽！你们自己没长手没长脚，什么都指望他。睡吧，妈妈不看了。你个死猫，造反了啊！我的腿好疼，我求饶过很多次，你一次都没听过。你赶紧给我出来！雪球，你干啥呢？给我赶紧回来！我不要再回去了。是那个女人举报的，秦晚的店被贴了封条，我看见小不点在哭。那些狗知不知道？狗都是傻的，只知道秦晚不在了。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为什么。这片小区每一只狗，秦晚都帮过。剪指甲、看毛病、寄养，他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。现在他被人欺负了，他们至少应该知道是谁干的。秦晚被红拖鞋女人举报了，店被封了，他女儿哭了。你觉得你该做点什么？秦晚姐姐不能帮你剪指甲了，那个红拖鞋女人害的。说完了，那群狗的反应比我想的大。让他们叫吧，秦晚不能说话，总有人替他说话。谁家的狗大半夜嚎什么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我家狗从来没这样过，怎么哄都不停。以前秦姐在的时候都会提前提醒我们，咱没招的时候也能找找她呀。别叫了！高秀梅，你举报秦姐，现在狗叫成这样，你负责吗？那个红拖鞋女人把秦晚赶走了，咱们的安置盒也没了，我们的饭碗没有了，晚上睡哪儿？都别慌，秦晚现在开不了门，但他说会想办法。我去看看拆来的箱子还有没有能用的板子。老大总是这样，一副佛系的样子。你们这些死猫，看我不打死你们！你看看这些野猫在我门口拉屎，有没有人管了？你拆了人家的窝，野猫没地方去，不拉你门口拉谁门口？这叫报应，活该。张经理，你听见了吗？还有这些猫，你必须给我处理了。流浪猫的事儿我们管不了，你自己招惹的，自己想办法。这个穿红拖鞋的女人以为赶走秦晚，日子就能好过了。因果循环，从来不用谁亲自动手。老大，那只白猫在空调外机下面，腿动不了了。我不回去了，死在外面也不回去了。没让你回去，我带你去找秦晚。是不是去天堂了就不疼了？你不会死的，我来了，你会好起来的。老大，你说这货还治得好吗？秦晚说能，就一定能。李先生，您家二哈拆了笼子，还带金毛越狱，损失3500，您赔。医生，明明3天不吃不喝，刚才还吐了。应激性肠胃，你们寄养没做环境适应，
以前在秦姐那儿寄养，从没出过事啊。凭什么让我陪？凭什么？小秦，布丁今天早上腿就瘸了，你看能不能？奶奶在哭，我不能叫，不能让她更难受。奶奶，我现在不能亲手给布丁做按摩了，但我可以教您。每天热敷15分钟，从大腿根往膝关节际轻推，别太重。这是张医生的电话，我介绍的能打8折。小秦，奶奶不怪你，奶奶知道你被人害了。小秦，我不疼，你别难过。妈妈，你一定很难受吧？张建国，200户联名签字，要求请回秦婉。小秦在的时候，狗不叫，猫不闹，才3天，小区乱成什么样了？各位业主，我已经去执法队问过了，我们要你找总公司请人，办不到就联名投诉你。我这就去打报告。检查结果是平骨奏位，需要手术，费用8000。我想活下去，可是没用，反正也没人听得到。我听到了，我一定会救你，你只管努力撑过去。雪球，我的猫呢？手术费8000不用你出，我已经签好字了。联系你过来，是因为你毕竟还算是雪球的主人，哪怕他再也不认你，你也该来看一眼，知道自己究竟做了什么。雪球关节已经变形了，他和你说过很多次疼，可你听不懂。片子在外面灯箱上，你自己去看吧。我知道你停业了，所以我不是来找你免费帮忙的。这是雷霆的手术记录和光片，想请你评估他的腿适不适合手法复光，费用按市场价。骨折愈合不错，但关节间隙变窄，软组织粘连，是典型创伤后态化。你说的一字不差。右腿总是钝痛，习惯了。他很信任你，但他一直在忍痛，不想让你担心。他从来没表现出来过。消毒水味儿，但雷霆说他是好人，雷霆不会骗我。还有件事，雪球的片子我看过了，我出具了伤残鉴定，应该有帮助。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做了3年本该公共卫生体系做的事，被举报不是你的错，是体系欠你的。谢谢。叔叔，你身上有小动物医院的味道，糖糖喜欢这个味道。那你可以来叔叔办公室玩，有很多小动物。这个男的还行，秦婉可以考虑。老菊，小黑，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？3天，最多3天，妈妈就来接你，这是约定。老菊，你先在这里待几天好不好？还行，这里的老鼠味有点重。猫砂盆是新的，罐头不是金枪鱼的，是鸡肉的。我不喜欢鸡肉，不过那个叫小魏的人类昨天给我开了一个金枪鱼味的，看在这个份上，我可以再住几天。姐，小黑我1天溜3趟，老菊把这儿的老鼠都摸清了，前天还抓了一只给小三花上课，教他怎么抓老鼠。那只小三花太笨了，扑了3次没扑到。我在这的教学任务很重。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把小黑哥哥接回家？很快，等妈妈把规矩立好。赵秀梅女士，
你强迫英短猫长期直立行走，经调查事实成立。根据本市养宠管理条例，没收违法所得，罚款2000，1年内禁止饲养宠物。那是我的猫，我花了3000块买的。你有权申诉，但申诉期间雪球也由我们安置。儿子，你回来一趟，妈出事儿了。妈，小雪她家养了3只猫，你让她看了这些怎么想我们家？她把我拉黑了，婚约取消了，我的婚事被你毁了。你就为了这么点小事跟你妈吵架？那不是小事儿，你让她站着跳舞，她才瘸的。小雪发的，全公司都看到了，你让我怎么在单位做人？你别碰我！你回来！你为了一只破猫都不要你妈了！你回来！小秦啊，你看小区现在乱成这样，你什么时候重新开业？张经理，我不是被停业7天吗？时间还没到。我去执法队问了，只要整改到位，可以提前解除。张经理，我被赵秀梅举报那天，你说我咎由自取，现在来找我是物业解决不了问题了。要我重新开业，可以，3个条件。第一，物业空置南门仓库带暖气器空调那间，我要了，前3年免租。那间仓库1年租金5万免3年，我怎么跟总公司交代？您慢慢交代，我不急。行，我去总部批填子。第二，物业跟我签正式合作合同，把驿站列为小区民生服务点，以后任何针对驿站的投诉，物业必须先核实再上报。再有一次诬告直接执法上门，我会起诉物业。没问题。第三，赵秀梅欠我一个公开道歉。这我管不了她呀。我没说要你管，我只是告诉你，没有这个道歉，我心里那道坎过不去。我过不去，这店就开不了。我尽量协调。赵秀梅那边，你确定她会道歉？她会来的，因为她没得选。你家柯基吞了一只袜子，堵在小肠，幸好送的及时，再晚半天就穿孔了。以前秦姐在的时候，她提醒过我柯基爱乱吃，袜子要收好。我家猫从6楼跳下去了，骨盆骨折，手术6000。它在发情期，我不知道。秦姐以前会提醒我们适龄绝育，现在没人提醒了。我的狗吞异物开刀花了4500，赵秀梅，这钱你不出谁出？我的猫跳窗骨折花了6000。别躲了，全小区都知道你住602。秀梅，你还是给秦婉道个歉吧。你也是养猫的人，你就没抱过雪球吗？他趴在你腿上采奶的时候，你就不心疼他吗？那时候你还没学会站着走路，我都干了些什么？他是在哭吗？眼泪虽然不能让人类变好，但至少不是坏的了吧？签字：义工追责，不虐待，不拍照，服从管理。我凭啥干这个？你这腿咋搞的？秦姐，那个举报你的大妈来报道了，铲了一下午猫砂。对了，她走之前还回头看了几眼那只瘸腿的小三花。有些事就让她自己决定吧。吃，我买多了。今晚我想问你，雪球刚来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怕人？对，他藏在我柜台底下3天，不吃不喝，谁碰他就哈气。那时候你是怎么让他不怕你的？我没做什么，
就蹲在旁边等他自己过来。笼子里那只小三花，它的腿还能好吗？送过来的时候耽误了几天，手术做过了，以后走路会有颠簸，但没什么大影响。髋胶磨损程度已经到了4级，最少持续了半年以上。半年？他第一条雪球跳舞的视频就是半年前发的。你那时候就提醒过他？他说我多管闲事。你手上的茧是给狗洗澡磨的？大型犬洗得多，吹毛抓影音绳磨出来的。以前我在基层检疫站也有，后来调去实验室就没了。你以前在基层干过？6年，刚拿职业证就下去了。顾叔叔，老菊说你的腿比妈妈的猫窝舒服。秦婉，老菊好像真的很喜欢我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腿粗啊。这个男的还行，虽然做饭难吃，但腿确实舒服，可以暂时留用观看。我今天来是给秦婉道歉的。大声点儿，听不见。我不该因为他不肯帮我拍视频，就去举报他。我不该在群里说他店里的猫粮发霉，小黑没有狂犬病，他的店没问题。我举报他占消防通道，其实我知道物业同意他用，我就是为了出气。赵阿姨，我等你这个道歉等了15天，不是为了我自己，是为了我女儿糖糖。执法队上门那天，她哭着问我为什么要把菊大爷的家拆掉。还有雪球，雪球被送走那天，她回头看了你一眼。赵阿姨，我接受你的道歉，不是因为我原谅你，是想让雪球知道，它的主人至少愿意认错。妈妈，这里好大呀！小秦，猫箱尺寸还按原来的做，我多加了层隔板挡风。我帮不上力气活，就坐这儿监工，谁偷懒我敲谁。秦姐，老菊画 C 位行不行？行，他本来就觉得自己是 C 位。开业贺礼，宠物急救箱，常用药我都标了有效期，到时间我来换。你一个兽医医，送礼都送得跟别人不一样。实用的东西比花篮好。老菊，这是你的工牌，以后上班要带。不是我吹牛，这个家没我真得散。是，菊大爷说的对。秦姐，新手指导为啥不收钱？因为每多一个合格的主人，就少一只受苦的毛孩子。新手养宠指导，永远免费，这个钱我贴得起。以前是咱们不懂珍惜，以后规矩秦老板定。顾医生，你那个备忘录能不能别每次都让我看见？我在记录工作事项，和你没有必然关系。这个男人撒谎都不会撒，可怜。新来的，这里规矩不许拆家，不许偷吃，不许撒尿，听懂了吗？今天糖糖老师教你们猫猫的尾巴在说什么。尾巴竖起来就是开心，像糖糖吃到冰淇淋一样。那炸毛呢，就是害怕或者生气，像你看到蟑螂那样。那猫咪在我腿上踩踩踩是什么意思？老菊说那是把你当妈妈了，小猫咪要踩妈妈肚子才有奶喝，它把我当妈妈了。所以你不能赶它下去，它会伤心的。顾叔叔，你来当助教，教小朋友们怎么摸狗狗吧。摸狗之前，先伸手让它闻，闻完没躲再摸。
你女儿比我这个兽医讲得好，采奶那句我写论文都写不了那么通俗。她只是把她理解到的东西说出来了而已。这个助教话少，我喜欢。这猫咋回事？今早被人扔在门口，可能摔的，也可能打的，要做手术。做手术要多少钱？至少2000，站里经费不够，只能先止痛。我有，我卡里还有2000块。赵阿姨，这是你仅剩的钱。我用不着，家里就我一个人，给猫做手术。疼就别忍着，叫出来，叫出来好受点儿。秦姐，那个大妈把仅剩的2000块全转了，给一只断腿小猫做手术。她现在人呢？抱着那只猫在哭，哭了快半个小时了。让她继续。继续。雪球的事还没完。我妈下午3点出去遛布丁，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求求大家帮忙找找。她有间歇性认知障碍，发作起来头脑不是很清楚。南边河道和北边废弃工厂都找过了，没找到。还有东边那片树林。小婉，什么事？孙婆婆走丢了，布丁和她在一起，帮我找到她。找到了，河边旧房有一条金毛在叫。我知道你会来，我一直跟奶奶说，小晴会来的，再等等。叫救护车，快！老年女性，失温，意识模糊，室外暴露约6小时。奶奶冷，我给她暖着，她害怕，我一直叫一直叫，嗓子叫不出声了。对不起，我没有叫得更响一点。你叫得够响了。轻度失温，没有生命危险。要不是那条狗一给它取暖，零下5度的天，80多岁的老人撑不过6个小时。布丁呢？他在哪儿呢？在外面守着您呢，谁拉都不走。那个名字是谁？看起来像是个女人的名字。算了，反正他按掉了，说明是不重要的人。你是不是又在偷偷摸摸说我什么呢？哼，谅你也听不懂。感谢秦婉，感谢每一只叫得上名字和叫不上名字的猫猫狗狗。各位业主，经过这次事件，物业总公司已经批准将小区南门旁仓库无偿提供给秦婉女士使用。都会越来越好的。这是给雪球的，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个领养家庭，你能不能帮我转交？
你自己知道。以前雪球最喜欢趴我腿上采奶，爪子凉凉的，我那时候嫌它烦。信是给你的，我不太会写，你看得懂就行。秦婉，我在救助站做了这么久义工，学会了一件事：猫不会说话，但它们会用尾巴说。竖起来是开心，炸毛是害怕，卷着你的手是信任。有眼泪的味道，但不坏。那不是眼泪的味道，那是赎罪的味道。妈妈，这是雪球姐姐的毯子吗？是赵奶奶织给雪球的。赵奶奶在变好了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妈妈也要帮她一把。妈妈，画好了。你画的赵奶奶？雪球姐姐有新妈妈了，那这幅画给赵奶奶，她看到雪球姐姐在笑，就不会那么难过了。那是糖糖画的，给你的。秦婉，赵奶奶，你不要哭，雪球姐姐有新妈妈了，她不会疼了。不哭。秦婉，我想申请重新领养资格，领养资格需要动保协会评估。我知道，我等多长时间都等。这是推荐信，驿站作为证明机构出具的，评估不一定能过，但我可以帮你写。谢谢。顾医生，你讲的这么好，以后每周都来讲一次呗。顾医生，你跟我们秦老板是什么关系啊？天天往这儿跑。下一章，猫咪口腔护理。我们讲牙结石的预防。这是老菊，今天他当教具。教具？我？顾叔叔，老菊说他可以忍，但是你要再给他一块冻干。看在他加餐的份上，忍了。今天辛苦了。不辛苦，比在实验室写论文有意思。你一个高级兽医师跑来给大爷大妈讲基础护理，不觉得屈才？我不觉得在这讲基础护是屈才，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。而且这里有老菊，有雷霆的朋友小黑，还有你。明天下午有给流浪猫做体检，我会过来的。这两个人，一个不敢看，一个不敢说，真是急死猫了。顾医生讲的真好，下回我还来。这个人在记恨什么？小秦，这位刘先生投诉驿站噪音扰民，还说他猫毛过敏。你们赶紧想办法，不然我接着投诉。过去30天噪音峰值52分贝，夜间均值38分贝，全天都在国家标准线以内。悬浮猫毛蛋白浓度远低于过敏阈值。您有疑虑可以申请第三方检测，费用自费。驿站有完整数据记录，您的投诉缺乏依据。吃一堑长一智，以后谁投诉我都用数据说话。那个人手里拿着铁东西，拉了一下很响，我的腿就破了。是弹弓，上次那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手里就拿着那个。刘伟，小区监控只覆盖主干道，垃圾桶那边是死角，没有监控证据。
这个疤痕符合弹丸伤特征，我可以出具伤情记录作为辅助证据存档。行政申诉需要时间，但有一件事可以现在做，加装监控。装2个摄像头，一个对正门，一个覆盖后面绿化和垃圾桶。张经理，我要装监控，物业不批，我就举报流浪猫被伤的事。嘿嘿，现在的秦婉，坏人应该比较难欺负他了。请进。赵女士，您禁养期刚满，能说说为什么想重新领养吗？我以前觉得给他吃好的穿好的就是爱他了，让他多长几个粉就是给他争光了。我从来没想过他疼不疼。我在救助站做义工，学了怎么听猫说话。它们不会说话，但会用尾巴说。我以前不懂，现在懂了。这些东西都是等他来的。这次我不挑品种毛色，我等他选我。秦婉，我在这儿。我通过了。到了，出来看看。你啥时候想出来就出来，我就在这儿。给你取个名儿，叫新宝。那个穿红拖鞋的女人身上的坏气味没有了，现在是猫粮和消毒水的味道，还可以。辛苦小黑，这是快递费。新来的，规矩记住了，不许在店里撒尿，不许咬磨牙棒，不许跟小黑抢快递。这丫头画工有进步，上次画的像只土豆。以前这里就是个店，现在啊，就像是咱们小区的客厅呢。你领回去以后，第一件事儿是把窗户封好，猫不知道高楼危险。它会不会很难养？不难，每天铲猫砂，定期打疫苗，不要太胖。还有，别让它做它不想做的事。它要是疼了会叫，但更多时候它疼了也不会叫。你要自己看。奶奶，它会疼吗？只要你不让它站着跳舞，它就不会疼。今天现场领养8只猫3只狗。今天赵阿姨跟那个小女孩说的话，你听到了吗？听到了，那是你教会她的。不是我，是雪秋。有人实名举报你这家店违规经营动物诊疗。同志，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误会？他给狗做复健按摩，给猫做体检，他有职业兽医资格证吗？请配合调查，有没有职业兽医在场？有，我是市动物疫控中心高级兽医师，职业证号在门口公示栏里。所有诊疗操作全部由持证兽医现场操作，每笔都有签字。那他之前免费的时候呢？以前也没见有兽医在这儿。3年，每一笔记录都有。以前没有顾医生驻场的时候，我只做基础护理，不涉及诊疗，没有发现问题，举报不予立案。我不信你们一点问题都没有，
您可以继续举报，每次我们都会配合调查，结果也会存档，您请便。你那份服务记录到什么时候做的？开业第1天。我说了，预防永远比治疗重要，包括预防找茬。妈妈，老菊会不会死？胰腺炎，指标很高，需要住院3到5天。风险多大？只要撑过今晚，问题就不大。别哭，我是这片的猫大王，死不了。你说话要算话，我给你买了2箱金枪鱼罐头。2箱，几折买的？这时候你还惦记打折？指标开始降了，撑过去了。我请了假，他们要等老菊出来，你也要吃东西。老大不在，这群外来的全跑过来了。没事了，别跟老大说，丢脸。辛苦你了，你就是代班情报站长。这样老菊一睁眼就能看到。老大，你快回来，我撑不住了。还在。一切正常，就是这个男人的腿好像又粗了一点。老菊，你是不是又在说我什么？没有，我在说他的腿粗了。老菊，你不许再生病了，糖糖把所有的糖都给你吃。小不点儿，你的糖太粘牙了，但我喜欢吃。瘦了，要加餐了。已经买了2箱金枪鱼罐头，明天到。2箱，不枉我撑下来了。糖糖跟动物的交流，不是普通小孩的想象力，他能精准转述老菊的情绪，是具体的内容。你能准确判断动物疼痛部位，不用时光，不用触诊，手一放就知道。我见过训导员和警犬不用口令沟通，默契到一个眼神就够。所以如果这是真的，我不会觉得奇怪。我12岁那年发现的，我女儿现在也能听懂一些。是遗传。外婆说别让人知道，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你不会觉得我疯了？如果有人能听懂他们说话，那是他们的幸运，也是我们的。这个男的，刚才那句话我可以给他加10分，虽然他还是不会做饭。顾深。你怎么来了？路过，看看你是不是还除了工作什么都不会。顾深，你真的变了。好了，我好奇完了，也该走了。你以前不会把猫放腿上，总嫌弃掉毛多。老菊它不掉毛。我当然掉，
这个男人选择性失言了。这个女人身上没有坏气味，秦婉危机解除。他没做错什么，那是我刚领养雷霆，精力都在工作和狗身上。他觉得我把他放第二位。现在想想，那时我确实不会爱人。可人是会变的。我也不知道变没变，你感觉呢？老菊后天有复查项目，你来接他不？我来。这两人天天暗送秋波，到底啥时候能敞开谈？留给小黑吧。你吃，今天我多拿了一个。你们俩一个退役警犬，一个流浪狗，现在好的穿一条裤子。我们没有穿裤子啊。这是修辞，跟你妈学点语文吧。妈妈教糖糖写家，糖糖老写错，我学会了。家上面宝盖头，下面一个四，是就是猪。你不是狗吗？我是狗，可是古代的猪，反正都是一家的。妈妈和顾叔叔还在工作呢，工作只是借口，2小时才整理12份，光说话了。你妈倒了杯茶给他，刚才没倒。妈妈给别人也倒茶，孙婆婆、张叔都倒，不一样。别人是纸杯，她的是印橘猫的瓷杯。那妈妈是不是喜欢顾叔叔？你妈以前腰疼3年，谁都没说，她问一句就答，这就是喜欢。明天我去开筹备会，驿站有小李盯着，你下午来做复健。来。一个不敢问，一个不敢说，都怕说破没退路，就我替他们急。算了，反正明天他还来。本猫睡了。这味道不对，颜色也不正常，这批猫粮有问题。别吃！张经理，南门投喂站的猫粮有问题，你马上调监控。咋啦？猫粮有问题？需要送检，但从信快看，似乎是发霉了。这些猫每天早上都在这儿等我，谁干的？谁这么缺德？你好，我要报警。锦绣花园小区有人在公共区域违规投放劣质猫粮。张经理，报警回折我已经拿到了，这份监控录像也请物业存档。存档，马上存档。猫粮样本明天送疫控中心检测，结果出来后一并提交派出所。这只小三花体质比较弱，所以指标很差，还需要继续留观。猫粮检测结果出来了，是过期发霉的粮，黄曲霉素超了12倍。刘伟那边呢？派出所已经立案，他涉嫌危害公共安全，后续会按程序走。差点又是几条命了。小三花还是走了，她本来体质就弱，但她没有死在垃圾桶旁边。这站以后就叫小三花纪念站，规矩就一条，所有猫粮必须经过检测才准放进来。以后这种事不会再发生了，我保证。你伤害的不是野猫，它们每一只都有名字，都有人管。小三花去年冬天在布坊门口找到了走失的孙婆婆，她是救过人的猫。小家伙，你怎么还没学会抓老鼠就走了啊？投喂站建在这里，带锁的猫粮储存箱、自动饮水器、2个监控摄像头。箱子底下留通风口，夏天猫粮不潮，木头我出，家里还有2块防腐木。这个月退休金刚取，不多，2000。
给那些猫买粮吧。投喂和清洁我来干，每天早上6点和晚上5点。慢慢吃，以后天天都有。所有材料归档完毕，后续如果需要民事赔偿，凭这套档案就能立案。我外婆传给我的，她活了83岁，村子里谁家牲口得了什么病，她摸摸就知道。别人说她懂畜生的心。临终前，她拉着我的手说：“小婉，这个本事别让人知道，他们会觉得你疯了。我现在告诉你了。”那你外婆有没有说，如果遇到一个不会觉得你疯的人，该怎么办？这个男的，刚才那句话值1箱金枪鱼罐头。明年你过生日的时候，我想送雷霆的复健报告给你，作为驿站周年礼物，格式我都想好了。你送礼物的审美真的很奇怪哎。我只记得你刚才没回答我的问题，算是默认咱俩的关系了吧？你开心就好，这就算答应了呗。孙婆婆，这是干什么？别问，到了就知道啦。旧的被砸了，这个我刻了3个月，橘猫耳朵刻了3遍才对称。以后寄养不用在群里抢位置了，扫码预约自动排期。妈妈生日快乐！不对，是驿站生日快乐。 1周年了，这个家你总算是守住了。驿站1周年的数据，1年服务宠物632只，这是你一个人的功劳，但以后我会帮你一起。对了，你那句“以后我帮你一起”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一个人守了3年，以后2个人的话，你就不用一个人守了。可，那你得先学会给老菊铲猫屎。学，现在就可以。明天开始，老菊的猫砂盆在里屋左手边，每天早晚各1次，铲完喷消毒液，能做到吗？能。还有别的培训项目吗？给雷霆复供梳毛、剪指甲、清理投喂站，一样一样来。这个铲屎官可以转正了，本猫批准了。又在画全家福，上次画的把我耳朵画歪了，这次还行。花臂的领养回访记录，上周6电话回访，新主人说他拆了2个猫抓管，体重长了4两。正常，伤愈后体重回升是好事。妈妈，画好了。那个处屎字写错了，是家，不是屎。没写错，上次糖糖就是这么写的。画上的是我黑，尾巴跟我一样。秦女士，我们跟踪了锦绣花园驿站1年的数据，人宠冲突投诉下降76%，流浪猫 TN2 48只。这个数据在全市所有社区里排第1。协会希望推广你们的模式，想请你做顾问，培训第1批驿站主理人。培训多少个？第1批试点6个小区，每个小区配1名主理人，协会提供经费支持。我接，但我有条件，每个驿站的新手指导必须免费，猫粮药品由协会统一采购，不能拿回扣。主理人必须有动物行为学基础，或接受3个月培训。听说了，你要当顾问了。消息传得倒快。不管你选哪个，我的建议只有一个，这一次别再免费，给你的知识和时间定价。放心，
规矩早就立好了。他连顾问费都敢收了，彻底学坏了，我很满意。妈妈，你在写什么？写一本手册，教别人怎么开驿站。别人也要开我们的店吗？妈妈，我们是不是要搬家？对，妈妈要去教别人怎么照顾毛孩子，去帮别的毛孩子找家。那你去帮别的小猫的时候，糖糖可以一起去吗？当然可以，你是驿站的小翻译官。你去帮别的猫我没意见，别带别的猫回来抢我罐头。放心，菊大爷永远是大爷，罐头配额不会降。我是锦绣花园的赵秀梅，今天来讲怎么跟猫相处。这只猫叫雪球，是我养了很多年的猫。我让它每天站着拍视频，一站半个小时，后腿发抖，我说它装；它不吃东西，我说它矫情，还给它穿不合适的衣服表演。后来雪球被救走，做了手术，被新家庭领养。走的时候，它回头看了我一眼，我想我们都放下了。这只猫教会我，爱不是让它变成你想要的样子，是让它做自己。赵阿姨，你后悔吗？每一天都后悔，所以每一天都在补救。这只叫新宝，是我重新领养的。这次我学会了怎么去爱。小黑在里头，体检室在2楼。心肺音正常，齿龈轻微发炎，换软毛牙刷，每周刷2次。右后腿肌肉略有萎缩，增加爬坡训练。顾叔叔好厉害。是挺厉害的。小黑的体检报告明天出，整体没什么问题。你每天都这样，一台接一台。今天不算多，上午上3台体检，刚才这台清创，下午还有1台痊愈。明天晚上驿站有培训，你能来讲第1节动物行为学吗？好，我准时到。今天谢谢你带糖糖来。糖糖很开心，他说顾叔叔好厉害，他很久没这么沉浸了，那种眼睛会亮起来的样子。小狗，软乎乎的，顾叔叔。糖糖真的很喜欢你，他今天趴在玻璃上看了很久。以后他想看的话，我手术室外面那扇窗随时可以爬。你这么说，他会当真的哦，我也会。我说的就是真的啊。晚安。哈哈，这个男的今晚肯定睡不着喽。那时候小黑你才巴掌大，躲在柜子底下不敢出来。蹲这半天没动静，找着什么舍不得的老物件了？3年前缝的。那时候小黑刚来，浑身发抖，不敢睡地板，也不敢睡新垫子。我把旧毛衣拆了缝了这个，放在墙角，他自己就钻进去了。新家我给你留了一个房间，靠南，窗台很宽，老菊可以晒太阳。有个工作台，抽屉已经装好了，做手工用的，你不用再在收银台上缝东西了。顾深，怎么了？谢谢你帮我留着那个房间。投喂站时间、捕获安排、寄养小程序，我都背下来了。老菊的情报站长职位保留，他永远是站长，我只是代班。交给你了。
秦姐，你这猫粮也太多了，够老菊吃到下辈子。新家的门店啊，我织了半个月。赵阿姨，这太费功夫了，用不着客气。新宝掉毛，我先回去了。妈妈，新家会有老菊的工牌挂的地方吗？有，整整1面墙呢。新领地，视野不错，就是草地太大了，不好巡逻。第一批你培训的驿站主理人下个月上岗。6个小区，6个驿站，每个都有新手指导免费，每个都有投喂站。你说的对，规矩立好了，就不用一个人守了。这个家终于像个家了。妈妈，你看，这次夹子写对了。